梅老师，我前几天打了疫苗，上个星期六我打疫苗，结果啊。我几乎发烧一整个礼拜，哎，哦，那真的，因就是为我他这个打那个身体在跟他在在对抗，来适在对抗，应。对，因为我打那个 Moderna，然后我打第三针了，所以人家都说第三针的反应比较激烈，对，哦，我感觉还好。还好。梅老就是师，你打第几剂了？我我去年12月份打的第三针。哦，就打第三针了，哇！已经打了，就是那你们英国有这个计划要打第四针吗？就是现在是老人家已老经打人先，了第四针。打嗯嗯，然后就是现在有建议，5到11岁的小啊，孩小孩子 要打。我儿 BNT 吧，子也收啊，到那个邮件了，但是我们还没打，还没有给他打，在考小孩子虑当中，都还在考虑在当中。英国，小孩子都还没有打没打。疫苗，完全没有打。没有。12岁那以上的有打，但是也是自愿的那种。哦，要签那个同意书，家长要签同意书，对不对？对，就是自愿的，其实嗯，也不用去签，直接带他去打就行。哦但是，OK 就是说，我们在考虑这么小的小孩，而且我对，儿子我们已经得了一次，他应该有一点哦，免疫了。疫，所以我们就是暂时没有给他预约去打。哦，因为在台湾小孩子都还没有打，那现嗯。在有这个计划要给小孩子打，因为我嗯。们台湾现在小孩子确诊死亡的案例有几个，大家父母亲都很怕，因为嗯。有很对。多小孩没有死亡，但是他发烧了，然后对。烧到30几、39度、40度，哇，父母亲啊很害怕，然后我儿子和我女儿当时感染了以后也是高烧，高烧到他们都是在一个在39度2、三十哦，九度3。当时我也是挺担心的，但是对，就是在英国他们就是说建议就是给那个退烧药给他们喝，你哦，就是嗯。大概是隔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如果他继续还烧没有退，就继续嗯，给他喝，继续给他继续给喝这样子。哦，吃那个退烧药，然后多喝水，慢慢也就好了，对不我对？个人我记得我当时给孩子们做的是，开始是给他们一起哦，对，提高他好像的身体素质的那对，医种。生建议说多喝水，多吃维生素、维他命都多吃，然后多对对对。休息、多睡觉，然后对。吃点退烧药，其实就好了。对。那因为孩子。台湾最近有很多小孩子烧到，尤其是 baby 烧到42度死亡，所小 以家 baby 是长很那个。小 baby 没有抵抗力，所以家长对们非常非常害怕，所以对现在有一点紧张了，因为台湾现对。在疫情是很严重，一天8万，像今天就9万个确诊哎，然后我现在英国大概感染的怎么样，我已经不看了，就是你们已已经经共佛系了。存了嘛？你们已经共存了，我觉已经佛得在台系了。湾还不能，因为疫苗还有很多人没有打，还是不对能共存。对对。对，嗯。对，好，我儿子当时是最迟感染的，好的最快的。哦，我女对，儿就是烧了一天，就好了，2天1夜，我儿子烧了1天1夜。然后呢，他是哦，最精神的，我女儿就嗯。是他们小孩子的感觉就是说，那个骨头痛、关节哦，痛。骨头痛，骨头关节痛，哦，骨头嗯。跟关节痛，OK。嗯。骨头就是那个 bone，然后关节就是那个 joint 尤关节。尤其是那个膝盖的关节痛。哦，膝盖就是 knee，膝盖的关节痛。对，他们两个都是膝盖的关节痛，然后不想走路，当时你叫爸爸背他。他就一直赖在我身上，就那样趴着。哦，就是病当时我恹恹的，还没感觉。对不对？对，哦，我还是好。潜伏，已经可是病你们那时候也有一点不舒服，不是吗？你跟你先生不是也是有一点生病了？
我当时我就发短信给你说，你说梅老师，我们开始卡拉 OK 吧这个星期。然后我发短信我说我喉咙痛，当时我的就是喉咙不舒服，我说我们下周，然后第2个星期我喉咙好了，我就跟你在卡拉 OK 了。唱了我先生就是他偶尔会有发烧，我就一直没有发烧，但是我鼻子塞，嗓子有点痛，就是这样子。OK。因为我这次打疫苗打完之后啊，我觉得我发烧了，到现在都还不舒服。我这几天那个课件都是最后2-3分钟才写出来的。其实我觉得李超老师，如果你真的太累，我们可以来 free talk。对啊，我像我这几天都是几乎前几分钟我才把课件赶出来，因为我那个头太辛苦了，做课件也是很辛苦的，对，我没有办法思考，然后就是对，整个头是发烧的，然后我的舌头有点肿了，我舌头肿很大一个，但是没有影响到我说话，但是影响到我吃东西。我吃东西就会觉得很痛，那个舌头超痛的，肿了一块，然后有时候麻掉，舌头会麻了。那李超老师，你前2针是打的哪一种？前2针的话，第1针我看一下，没关系，我有一点忘记了，我看一下。我第1针是打台湾自己做的疫苗，叫高端。第2、第3针都是 Moderna。对，其实 Moderna 副作用稍微强一点，所以第3剂只有半剂的量而已，但是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了。对，我觉得很不舒服。对，所以不过在台湾大概打3剂就差不多了。对，对。我就可以。第1针和第2针打的都是那个美国的辉瑞。辉瑞Pfizer 还蛮稳定的吧？Pfizer 好像然后第3针的时候呢，就英国政府就是建议错开来打，就是打不同的。不同然的，对。后我第3针打的就是好像就是你现在打的这个。对，因为因为我们第3针是我带我爸爸还有我哥哥一起去打，然后我爸爸大概发烧头痛，没有发烧，他头痛了2天就好了。我哥哥是好像完全没有事情，他就是没有啊，就是怎么了？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我就打完第1针回来呢，我那天我喝水壶，我这个平时一个晚上我当时我喝了2壶水，那一个晚上喝了我2壶。我这样发烧，我这个一天要喝大概4-5瓶这个水，不然但是我就一个晚上我喝了2壶这个。OK，打哇。完回来，然后第2次打完呢，我喝了整整1壶。真的会很渴，我现在舌头肿了好大一个，然后我也很容易感到口渴，我那个舌头啊，整个舌头变得很大一个，我都快伸不出来了。对啊。但是有一些人说他打完没感觉，我现在偶尔打完了以后就偶尔到现在，偶尔有时候呢这里会痛。我现在是不会痛了，但是我是头会有点发烧。对。但是我就感觉偶尔有点酸痛的感觉，就是就是到打针的现在那个都会有，对，部位打针的地方，对。了解。我们怎么就聊开了？聊开了，聊了大概是哎呀，我忘了，对不起各位10分钟，同学，我没都忘了。关系啦好，10分来钟，各位大同学大家都在聊。家好啊，好 Norbert、桂芳、美丽，很快速的念一下大家的名字哦。维凯Christina， 欢迎你们，春娇阿姨、小忍、桂芳你好，还有 Assist Penguin。Norbert 好像打第4针了好，玉珠 King， 还有佩佩猪，嘿，还佩佩猪好有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佩佩猪最近他已经来台湾上大学了，他现在因为台湾疫情严重，他们现在都是远距教学，在家里上课，就是在对，线上课 learning online。对，线上课。OK。Hello Delia， 还有米蕾，还有 Beckley， 还有 Hardwing 小朋友，雅正的小孩对。美玲，春娇阿姨说我也打第3针了也打波波的小摩托，你好，好可爱的名字。然后还有这个 Nanham 你好，还有Clara
哦，好久没看到琪琪哥，好久没看到你了啊。英国现在有很严重，有朋友得了胃炎吧？是不是啊？那我昨天看到新闻说，英国现在有一种叫做那个什么猴痘是不是？我有对对对，猴痘，猴痘，对不对？猴痘。这个我有听新闻说，现在英国啦、美国开始有一种新的病叫猴痘，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听过猴痘？就是目前在伦敦有啊。对，然后我看哇，整个脸全身都肿了好大一个那个猴痘哦。这个各位同学，如果你们 if you watch the news，这个你们会看到这个猴痘，来 monkey， 我也不晓得痘怎么说，monkey 他们pox，我看说的好像就像那个叫什么麻水泡疹呐、还是麻疹还是水痘，我们台一样湾叫水，一种，跟对，那个差不多，他们对，说。听说现在也有新的，然后那个 Omicron 好像又变种了啊，是的，伤脑筋，伤脑筋。Monkeypox 对不对？对啊，我就想 Monkeypox，能可以怕。哦，就是猴痘，新痘，的，现在在美国、英国好像都有，西班对，牙好像也有啊，Norbert，西班牙好像也有哦，英国好像目前发现，昨天我看新闻是发现有4例还是怎样的。例不多，但是开始有一点在流行了啊。嗯哦，庆营都是周五才有空。庆营好像在巴西吧？哦，庆营欢迎。啊红喜，帅哥红喜啊，哦，你好，晚上他好好。像是练功夫的那个，我记得红喜唱歌也很好听的。而且他是好像是体育老师吧，功夫在老师吧，武对对对，打老师还是什么，他是忘记。武武术术老师，对，武术老啊。师。好，Ramen 你好，曹同学你好。嗯啊，那个玲玲老师来了，玲玲老师你好啊，丁丁你老师好。哼哼。裴静，对我们刚刚聊太久忘了，哎呀，因为我最近真的打完疫苗，我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就是聊起来我就忘了，就是分享一下这种感觉，然后大家就不用那么恐慌。对对对啊。嗯好，普娜老师欢迎啊，普娜还宋平嗯。啊，来这个梅老师帮我念一下普娜老师的经历，他是这个老师说我打了前2针没事，没事儿，第3针腋下很腋痛，下很痛，痛了几天，我也是哇，很痛。腋下就是各位同学，腋下就是那个 腋窝 armpit，我们叫腋对，窝，嘎吱窝，这个嘎吱，我们这边叫嘎吱窝也可以啦，腋下，广东话就叫嘎拉底。嘎拉达呀，嘎拉达呀。耶那我们台湾有时候会念腋下，我们有时候会念腋耶，下，对，然在后对也会有人念腋下、腋下都有人说哦。好，大陆那边叫腋窝。腋窝啊，腋哦，窝底下加腋一个底窝底下下。哦，真的哦，我们就叫腋下，台湾都说腋下啦，哦，那会念腋下腋下会痛啊，好奇怪啊，我是就是这里好像动不了一样。手臂哦超痛，我现在好了。还有还有谁？好，欢迎你们哦，各位同学。我们来上课吧。哦，李明老师是打完胳膊痛，我也对，会胳我也是膊痛这样感觉。胳膊就是那个 arm， 这里就是胳膊，胳膊就是这。我关一下门。好，胳膊。好，菲尼欢迎哦，那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没有唱歌哦，我们1个月一次，1个月唱一次哦。1个月一次卡拉 OK，对 ，Norbert 说好，梅老师帮我念一下。我看到了猴痘，但是那个实验学家说，那些小朋友得了胃炎是因为病毒。哦，可能不同的原因哦。好，然后巴卡欢迎巴卡，好，那我们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3个成语。好，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第一个成语。第一个成语叫做自以为是。哎呀，自以为是。好，梅老师，你觉得这个成语常不常用？经常用到。好常用哦。这个我们常常会觉得
你的可能某一个朋友，他好自以为是，那个老板、那个经理，自以为是。梅老师，什么叫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就是理解为就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做的这些事情是正确的，对人家给他意见，他就不太接受别人给他的意见。对，这个自是什么意思啊？梅老师，这里的自自，就是你自己，我自己的意思，自对，我己自己以为就是你觉得，认为以为是就是对对的，所以啊这个其实从这个成语的字面意思就懂了，就是自嗯己以为、自己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是就嗯是对的哦，嗯，自以为是。梅老师，自以为是一个好的成语还是不好的成语？一般都是比较贬义一点的啦。贬义的，对嗯，啊，一般如果有人说你很自以为是，一般就是说你不好啦。一般就是说你不好，觉得这个我们中文叫贬义啊，贬义就是不对，好的意思啊，不嗯。好的意思。好，各位同学，如果有你有一个中国的朋友说啊，你很自以为是，他在骂你哦，也不是骂你啦，他觉得你太就是你总以为自己是对的，然嗯，后你都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哦。梅老师，你帮我念一下这个好不好？好，就是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好，然不后接受他人的意见。对你觉得这件事情你想的才是对的，别人想的都不对，然后你也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比如说，梅老师，我觉得男生不可以穿耳环，你觉得呢？我觉得男生穿耳环不是就是如果看在哪一个，也是在哪个地方吧。但是对，在印度的话，我觉得好像很自以为然的，就是很很自然自然的而然自然而的事然的事情，情。对不对？哦，嗯。那如果在台湾也还好哦。那但是老一辈的应该没那么多人，对，你如年果像轻人可能是如果会。像我爸爸妈妈看到男生穿耳环，哎呦，怎么穿耳环？那如果我们觉得 OK，可能我们爸爸妈妈就会觉得我们自以为是。你怎么会觉得这是对的呢？哦，所以自以对，为是是你自己觉得嗯，可以，但是别啊，人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子哦。好，米磊说就是觉得自己有点儿骄傲的感觉，哈哈哈哈。呃，也也不能完全是骄傲的意思，对不对，梅老对，师？应该是不是骄傲的，就是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就是对的，我不想不止，听大家的，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不对的，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想的才是对的。对，他很坚持自己的观点的这样子，这种人比较固执，我觉得，对，这种人比较固执。嗯自以为是的人，当然一般来说是比较骄傲一点，但是最嗯主要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认为他的想法是对的，别人的想法是错的。哦，那而嗯且他不接受别人的看法，他不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嗯的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啊，自以嗯。为是的人。好，Norbert 这个句子，发电机的公司自以为是电费对的，这里不能够用这个自以为对，是，我觉得，因为这个可以把这个自以为是拆开来，就是嗯说发电子机的公司自以为这个电费是对的，是这样的理解，嗯，还是是不是？高电价是李乔贵的啊。老师，对，嗯。发电机的公司是指电力公司吗？还是对，我觉得应该是指电力公司电力公这一个司啊？公司认为，这个电费是对的，他收的很合理的感觉，这一句话电力公司是不是？认为这个我就觉得用自以为是有点奇怪啊。所以我说不应嗯，该把这个自以为是放在这里，但我们说的这个自以为是一个成语，但是对，这里的它的这个发电子公司这个嗯自以为是的时候呢，好像是拆开来理解了。有点，对对对，它不是一个成语了啊。对，这里 Robert 不是可能要一个说的成语。是电力公司，
他们可能收的电价比较高吧，电费比较高吧。民众觉得这个电费是比较高的，但是发电公司这边自以为这个电费是公平的、合理的。我懂了。Norbert， 你用的是自以为，不是自以为是这个成语。对，自以为跟自以为是是不一样的哦。对，好的，好慧君欢迎慧君同学哦。嗯，好，那我们直接给学生一些句子好了，这样子他们比较好懂。因为自以为是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常常说谁谁谁很自以为是，谁谁谁非常自以为是。你可以说，理查老师真自以为是，真自以为是，他以为自己中文教的多好。对，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理查老师自己觉得自己中文教的很好，但是别人不这么觉得，你就可以说，理查老师真自以为是，非常自以为是。有点那种一意孤行的感觉，一意孤行的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一意孤行，对，好，我写一下一意孤行。一意孤行，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他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会不会这样说？可以，对，经常会说这个，而且经常说，对，一意孤行。对，一意孤行就是你一样的意思，你觉得是这样，你就这样做了；你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你就这样做了。你不接受别人的想法，一意孤行跟自以为是很像啊。所以各位同学，一意孤行还有自以为是，你都可以拿来当形容词用。你可以说理查老师是一个一意孤行的人，理查老师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可以拿来形容一个人，他很自以为是，他很一意孤行，都可以用都可以用。好，那么我们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就是你以为你是谁？你太自以为是了。哇，这句话我觉得常常在那个 drama 会看到，对不对？对，经常会说。夫妻之间 ，husband and wife， 夫妻之间吵架的时候，或同事之间，你跟你的 coworkers，跟同事之间吵架的时候，或者是兄弟姐妹吵架的时候，这句话我觉得在 drama 里面吵架的时候常常听到。你以为你是谁？你太自以为是了很常听到对，如果这句话用在朋友之间呢，可能会很伤那个朋友。但是跟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夫妻之间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伤，就是说要规劝他的那种感觉。对，亲人之间呢，有时候讲的话都比较直接一点，对不对对。你以为你是谁呀？你太自以为是了不过听起来有点太直接了，too straightforward。也是非常直接的一句话。对，那个人可能听了会有一点伤心可能有一点伤心好，不过这个很常听到，你以为你是谁这个中文很常说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英文我想也常用了以为你是谁你太自以为是了，就是你太坚持自己的看法了，你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对，好，自以为是。梅老师，我觉得我们都不是自以为是的人我们都不是好，希望大家不是自以为是的人，有时候也要听听别人的想法，对不对？对，有时候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好的，但是也要听取一下别人的建议。对，没错好，也要听取别人的想法，对不对？坚持自己的看法并没有错，不过太坚持了不行 ，too much 是不行的好，所以我们刚刚梅老师说的，也要听取别人的想法 ，listen to others，听取别人的想法，听取有点像是 take other people's advice 那个感觉就是接纳别人的意见那个感觉对。好，巴卡，好，这个梅老师你以为你爸爸是李刚，你太自以为是了。可能这个李刚呢，就是比较有权力的人，对，有权力的，或者是很棒的人吧，我们只能这样子说。好，
我没有听过这个人的，这个不晓得是谁哦。好，谢谢老师们的建议，我会听的。嗯好，可以，这句可以。好 ，Delia 的句子麻烦梅老师。你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这样说可以吗？对，我们经常会这样没问题，说。经常这样说。Delia，这是很地道的中文，非常对地道的中文哦。好，这位 Faith 同学的句子，我老板太这个自以为是吧？写错字了，自以为是，所自以吧，以为所以吧，所对，以我所以不喜欢他，我老板太自以为是，所以我不喜欢他啊。嗯好的，自以为是不太好，不太好。嗯，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好好，第二个成语来，自梅老师。然而然，对，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其实就是自然的意思，对不对？自然而然。就是字面的理解意思了，你觉得一件事情很 natural，所以你就做了这件事情了，叫自然而然啊。嗯好，就是这件事情是很 natural、很自然的，所以你就做了，或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啊。所以自然而然，不过呢，自然而然比较常用在副词啊，自然而然怎么样？后面通常加个动词啊。好，事情自然的发展，自然而然。好，对梅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请你用自然而然来想一个句子呢？就是外面要下雨了，我啊，自然而然的想到我要拿一把伞出去，对，好，拿雨伞，外面哇下雨了，好大好大的雨，诶，我自然而然的想到我要带把伞，对不对啊？嗯这件事情是很 natural 的，对不对嗯啊？下雨了，本来就要带雨伞，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哦，是当然会带雨伞的啊，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自然你要这样做啊，很自然你要这样做哦。嗯。像理查老师也可以说啊，理查老师好累了，然后我爸爸可能会跟我说，那你自然而然的要多休息一下啊，对不对啊？或者说，哎，那你累了，那你要吃点药啊，你是不是嗯，不舒服啦？就是很对自然的一个回答。对，爸爸自然而然就会很关心我，对不对啊？对，理查老师的爸爸看到我生病了，他很自然而然的关心我啊。好，嗯，对，Delia，我昨天有提到这个成语啊，所以今天再教一次，让你们增加你们的印象啊。好，嗯自然而然啊，其嗯，实我是偷懒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好，嗯，自然而然通常会当做副词，后面呢就会加上一个动词，通常会加上动词哦。好，嗯，我们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健康的身体自然而然能抵抗疾病。好，这个句子啊，我觉得不错哦。健对，康的身体，各位同学，健康的身体要怎么维持呢？梅老师，你觉得怎么做才可以有健康的身体呢？我觉得好好睡觉，多多运啊，动，多喝对，水最重要。多喝水。对，其实我觉得健康的身体不难，就是你嗯，要生活要规律，对不对？对，然后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然后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我也觉得不要吃太饱，吃太饱对身体不太好，对不对？对。运动哦，各位同学，你们觉得健康的身体要怎么维持呢？梅老师说要运动。然后睡眠要充足哦，睡眠要充足哦。好啊，Bagley 的好可爱的句子。你在打我，自然而然我会保护自己。对，这是一种自我反应的本能啦。对，好像是你在打我的话，我自然而然要保护自己，我打回去哦。我要不就是闪开。啊，对，我会闪开。你在打我的话，我自然而然会保护自己，我会闪开来。哦，对，好，好，睡眠充足真的很重要啊。嗯，好，宋平的句子。他自然而然的讲故事。对，这个字
这一个句子一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到晚上准备要睡觉的时间的时候，对你就这个妈妈就自然而然的要给孩子讲故事啦，就是告诉他们讲完故事就是要睡下一觉了，步就是睡觉啦。对。所以这个宋平，你这个句子没有什么错误，但是你可能要多一点描述，对不对？多一对，点，要有一个前提的条件。对，要多一点，给我们多一点描述嗯。哦。好，桂芳这个句子不错。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很令人讨厌，对，一般都不太大家都不别人都喜欢。不太喜欢跟他在一起。对，我想没有人会喜欢自以为是的人哦。好，不会。桂芳这个句子很地道哦。好，Norbert 句子也好可爱这个小朋友吃了片泻药，啊，吃了一我们把片泻药那个小啊。朋友去掉，换成他，不要两个小朋友也对对对混在对，一起，然后嗯，他自然而然很多次上厕所，上了很多上了次厕所，就是上了上了厕所很很多次多次，厕所，把上对对了放在前面，对。嗯，好自然，Norbert 来，而然上对了很多次厕所这样。对，好，Norbert 梅老师帮你改的很好哦。小朋友吃了片泻药，片就是一片泻药哦，吃了片泻药，泻药就是你吃了会上厕所的那种药很自哦。然的要上厕所了。对，你吃了就我去一下厕所，好，吃了泻药就会去上厕所。他自然而然上很多次厕所啊，上很多次厕所啊。好，这个秋安的句子很棒诶，这我觉得。个很棒的句子，嗯，对。时间久了，我和他自然而然在一起了，恋爱了。对，梅老师常用，对不对？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啊，这个常用啊，比如说汤姆和玛丽谈恋爱了啊，嗯然后他们自然而然就结婚了，是不是？好，这个谈恋爱常用自然而然啊。嗯。好，贵方的句子，只要你认真学习，成绩才能自然而然的提高，这个就不用才能了吧？对，不用，嗯只要你认真学习，成绩自然而然能提高吧？啊，自然而然嗯能提高就好了啊。嗯好，这里不用才能啊。嗯。520快乐，520是什么节日吗？五二零520是不是说是字面我爱你，是不是？我爱解释我你的节日。爱你，是不是这样子？哦，OK，维凯的句子也好可爱啊。到11点半，我自然而然上 YouTube 听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哇，太棒了！很棒的对，句子啊，维因为理凯这个句查老子师的课是固定了这一个时间。对，非常地道。哇嗯，，Beckley 把我们刚刚两个成语合在一起用。非常好。嗯，他很自哦，以为是，自我要写。然而然同事们不喜欢他了。那这个 Beckley，因嗯为自以为是是形容词，你第一个是不要，他嗯，很自以为是就好了。对，不要说他是很，不要，他嗯很自以为是就可以了啊。嗯。好，后面的句子非常棒。哈哈哈，红喜的句子好可爱。好，爷爷有很多白发这个白嗯，发就是白头发，白头发，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这个是一个自然规律的事情。对啊，这里红喜把自然而然当形容词用，可以，嗯，也可以对，因为年纪大了有白头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没有错，很棒。好，520节是情人节吗？我不晓得耶。可能年轻人有给他年轻人那个的吧。这嗯，我不晓得。好，那这个能抵抗疾病，梅老师，什么叫抵抗？抵抗就是比如理查老师，你说你打了针，你的身哦，体在抵抗跟这个针的在抵这个抗这个疫苗在疫苗，对不对？抵抗，抵抗的话也可能是就是对，战斗了。你不喜欢一个东西，你会抵抗，你嗯会抵抗，就是不要的意思。抵抗嗯的话，通常会有这个动作，对不对？我不要，这个是抵抗哦。好，嗯那疾病就是病就嗯。是 illness 或 disease。好，
520就是美丽是啊，对啊，可是520是你们，我不晓得520是情人节呀。好的，很可爱的一个节日哦。其实如果夫妻恩爱，每天都是情人节，对呀，对不对？夫妻如果恩爱的话，每天都是在过情人节啊。为哎，真的，爱情保鲜。对对对，好。那梅老师，你老公是这样的人吗？每天都让你过得像情人节一样？他不会，不会，他但是一点都不浪漫，对不对？他也他一不是点都说不不浪漫浪漫，就是如果他很忙的，他晕头转向的时候呢，你没要有时间，他浪漫，浪漫不起来，对不对？太忙了，浪漫不起来。对，如果休闲下来了突然间想起我要做一点什么，让大家开心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生会做活需要仪式感，仪式感，对不对？他还是会做一些仪式，对不会对？做一些，对。好。玉珠问了一个不错的问题啊，请梅嗯，老师看一下。请问老师，抵抗和抗体有什么不一样？抗体就是比如说你打了这个疫苗以后，你的身体已经有了这个抗体，对这对个 COVID 的抗体，或者是你感染了这个 COVID 之后，然后呢，你的身体就有了抗体。抵抗是在你没有感染之前，你就是一直都没有感染，那你身体的抵抗力就是很好的意思。就对，是两个，一这个个前一个后。抵对，抗是一般是嗯，在前面吧，对，事情发生的前面，如果就是没有对，这个抗体一定是这个医学的名词，对不对比嗯，如说你打了疫苗之后，身体会产生抗生体，就是对，一种东西，它会帮你抵抗疾病。抗嗯，体是一种东西，它会帮你抵抗疾病，它是个名词你嗯，如果打了疫苗，身体里面就有抗体打了疫苗，身体里面就有抗体，抗体会帮你抵抗病毒对，抵抗是一个动词，它会这样，抗体会帮你抵抗抵抗是个动作，抵抗病毒嗯，所以抗体是个名词，就是那个东西。嗯。打了疫苗，身体会出现那一种个东西。抗体，就是对保护你的身对体的一种能力。对，抗体就会保护你的身体不会生病不会生病对，好，三声嗯，给请这怎么念？我还不会念呢。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好，请老师给我读一下三声赏声啊，啊啊啊，哦哦哦，呃这怎么念？我还呃那啊。哦，乙乙，乙五，五，对五鱼，就是这样了。三声就是要有一个那个先对，一个低一定要下再高，来，再抬起来。对那个三声。好，OK，我们再往下看吧。好，下一个成语，请梅老师帮我们念一下。顺其自然，梅老师，顺其自然这个成语常不常用？经常用到。经常用，太常用了。有时候顺其自然跟自然而然不一样顺其嗯自然是你希望事情就这样发生吧，嗯，就可能是你无奈吧，或者是无可奈何吧，或者是你嗯，觉得这样发就是生比较好，顺着它，就就一顺着它吧。切就这样吧，不比要如说，去阻嗯，挡，做一些事。比如说梅老师，我问你，梅老师，你的儿子有没有长大想要做什么工作？他有没有跟你聊过？他有聊过。他长大想做什么？他现在脑子里面就只有足球，所他想要以他说，成为足球员。对，他长大了以后呢，他要就去踢足球，他什么都不用做。那梅老师，你赞成吗？你觉得你我怎么赞成他说呢？成为足球员吗？如果他能够踢出他的本事，那当然是好。但是嗯，我也有说过，我说
踢球可以，但是你也要学习好才能去踢球。对，还如果是要你学习不好，你就是只知道踢球，那不行。如果有一天就是你要参加代表这个他的队嗯，他那个 teams 足就是球队啊，英格兰的 英格 teams。兰队的足球队，对不对对，啊？然后我说，如果你真的要一天你很棒，踢得很好，你要出去代表英格兰到其他的国家踢球的话，人家跟你说话你都听不懂，那对呀，怎么办？嗯。但是如果呢，梅老师的小孩学习得很好的话，梅老师就会说，梅老师就会顺其自然的让他小孩，对不对？去当足球员。所以梅嗯老师可能会说，儿子啊，好吧，你想当足球员，顺其自然吧，你就去当足球员吧。因为他的这个事物本来的性质，就是梅老师的小孩，他本来想做的事情就是当足球员。那梅老师就会顺着这个他儿子本来的想法去做，顺着他的自甚至然。就是你有时候就是鼓励一下他，好啊，你去踢啊，好啊，没但是关系啊，也要注意学习哦，这样子说顺其一下。自然顺嗯其自然嗯好，顺其自然就是你就让这件事情自然的发生吧因为这嗯件事情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你就让嗯它自然的发生吧，不用烦嗯恼太多不要烦恼嗯，太多。那对，它跟自然而然最大的不同是，顺其自然是个动词这是它跟自然而然最大的不同顺其自然是一个动词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例句。其实我还觉得我蛮常会说顺其自然吧，我自己蛮常这样说的我会加个就顺嗯其自然吧。有时嗯，候我就觉得不要烦恼太多，顺其自然吧。嗯。好的，那这个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就是汤姆一定能遇到他的梦中情人，嗯，别担心，就顺其自然吧。好，汤姆呢，可能汤姆的朋友很担心，哎呀，汤姆找不到女朋友怎么办？汤姆几岁了都还没有女朋友，哎呀，好担心汤姆哦。可能梅老师就会告诉他的朋友说，哎呀，别担心，汤姆一定能遇见他的梦中情人。一甚至般我们嗯可以这个句子短一点，就是嗯，感情的事情就顺其是，哎，自然。对对对，很好这个我写了。哎，这嗯，个我们很常说哎呀，这对，个太棒了，这个太棒了。感情的事，因为对，就对顺感情不能勉强，对不对？没错所以只能够是顺其自然。哎呀，这个很常讲哎，好，梅老师这个对，很好来，这个句子简单说，你们可以这样说，而且在 drama 里面很常听到人家说，尤嗯，其那个妈妈在那边穷担心我的小孩怎么还没有女朋友？怎么都还没有女朋友？哎，烦死我了，我每天都烦恼他。然后爸爸就会说：“哎呀，妈妈，感情的事就顺其自然吧，你担心这么多干嘛呢？”爸爸可能会给妈妈说：“哎呀，感情的事你不用勉强，嗯。感情的事或者顺其再短一点就是2个字，缘分，顺其自缘分然。就好了缘分就好了，缘分嗯，顺其自然这个也常说缘对，分，经常会说。这是理缘分查老师，你觉得缘分的事情是不是顺其自然、自然而然的事？真的对，你可以说我也缘分顺其自然缘分嗯，顺其自然。梅老师，因为我觉得缘分是上天注定的，对，你你也勉强不来，你要强迫也拿不到，你也得不到，就顺其嗯。自然吧。我顺其自们我们在一个以前在就是说缘分的事情呢，就是说上天注定。理查老师说的这个上天注定，就是上天月对，老在每一个人的脚趾头那里绑红线，系着一根红线，然对，后呢，当他到了那个时候，一定的年龄段开始恋爱走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的就走在就会结一起。婚了，就会谈恋爱了嗯，林老师刚刚说的是上天注定是我说的啦，就是这个上天会 destiny。月老牵线。对，这个我们在中国有一个神，有个 God 叫月老，就是 Moon Old Man，The Old Man under the Moon，月下老人。
月下老人是个神啊，在中国是个神，他会帮人牵红线。比如说我这条线牵 Tom， 这条线牵 Mary，Tom 跟 Mary 一定会结婚。这个月老的工作就是让人家结婚，月老的工作就是让人家结，他是个 God，OK，很有意思哦。好的，很有意思。好，那我觉得梅老师这个句子比较好，梅老师再帮我们念一次。好，就是感情的事就顺其自然吧，很棒，缘很常用，分顺对，其自然吧。缘分嘛，哦，不能勉强的，上天注定的哦，这是不能勉勉强没有幸福，是不是，理对，查老师？勉强的感情是没有幸福的。这个女生不爱你，你要勉强也没有用，对不对？哦，对，也就是强扭的瓜不甜。对对对，哦，好，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学的句子。不要不要要盘盘算太算多，要顺其自然。好，这句子没有什么问题哦。好，Norbert 的句子。20岁美女与一个80岁富有的男人结婚，他一生一世爱他到他去世，就顺其自然吧。这个OK，八十岁这个的人，美女可能要的是这个男人的遗产吧？对他要的就是他的那个财富。财富哦。嗯好，大面儿来了，新西兰的朋友，Hello，大面儿。你好，好，那梅老师，我们可以考试了哦。好，好帮我们先念一下这个成语哦。第一个成语就是自以为是，第二个顺其自然，第三个自然而然。好，那我们的题目是，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会怎么？他怎么会？他什么会说中文啊？好，我们他的会选父母，自以为是说中文，还是还是顺其自然自然。说中文，还是自然而然的说中文？好，其实这题很我觉得简单。这一题好像2个答案都可以诶。嗯，就是稍微有一个是哦，比较好的，另外一对对，个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对，有一个会比较好一点，对。好，好，看看，有一个比较常当副词用了哈，比较好。看看谁好，选的哪一个多一点哈。好，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自然而然会讲中文。好，不错哦。然后 Delia，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自然而然会说中国话，中文。很棒，中文，美玲，他的父母是中国人，他自然而然会说中文。没有人说其他的一个呀。对呀，我知道啦，梅老师觉得顺其自然也可以啦，哦，好，不过自然而然听起来会好一点点，会好一点。对。好的，这个同学在说《弟子规》，《弟子理规》查老师和梅老师有没有教《弟子规》？我真的懂这个。我们《弟子规》一般是那个古文来的，对，是这个比古文的。较一般是母语者的中文课才会有，对不对，梅老对师？哦，我们对，一般这个一般你要学习中文，要学得很高的程度，然后会才可以，讲这个《弟子规》。但是对，像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学校，有个别学校给孩子们上《弟子规》，但有些学校也不会啦。对，这个应该在对外汉语的话比较少会上《弟子规》了对，啊，非常那是很高阶的了，很高阶的东西了啊。好的，我们来看第二题，好，麻烦梅老师。好，第二题就是自以为是，嗯顺其自然，哼，自然而然。好，题目是，我不想为此事担心了，那就怎么样呢？这题应该不难，我嗯，不不想想为此事担心了。好，为什么担心？哦，worried about，为什么担心？worried about。那梅老师，此事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一件事。对，此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用法，此对，就是这的意思，这嗯哦，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你们还是要看得懂，我们有时候会这样用，此就是这的意思啊，这，嗯所以此事就是这件事，
此事就是这件事。好，这个请你们要看懂这个比较书面语的用法哦。此事。好，这个有时候你在看 drama 还是会看到此事或者有时候也会说此人。此人就是这个人，对不对？此什么就是这个什么啊。好的，哇，大家答案都出来了耶。我们看一下宋婷的好了。好，我不想为此事担心了，就顺其自然吧。好，很棒哦。好，我们看一下 Christina 的句子。我不想为此事担心了，就顺其自然吧。好，汉平的句子。我不想为此事担心了，就顺其自然吧。好，我个人是蛮常说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吧。就是你不用担心这么多，事情总是能够解决的，不用烦恼太多顺其自然吧。好 ，OK， 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题。好，先请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自以为是。顺其自然。好。自然而然。好，我们的句子是：老板太怎么了？我受不了啦，我不干啦。好，梅老师，老板太怎么了？我受不了了，对不对？这个要念了了。梅老师，什么叫我受不了了？就是哎呀，真的是有点，这个人可能真的是让我感觉很不好相处，很讨厌，很不喜欢我受不了了。或者是那个榴莲，那个榴莲的味道我真的不喜欢。结果呢，梅老师就拿榴莲给我闻，拿榴莲，理查老师榴莲，我就我受不了了，好臭哦，也可以受不了了，受不了就是 I can't stand it， oh no 那个感觉，你忍受不了一件事情，或忍受不了可能味道或什么的，你就可以说我受不了了。然后梅老师，什么叫我不干了？就是不干，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这里的干就是一个做的事。对，做。对，我不做了，这就是这个老板太怎么样了，我受不了了，我不做这一份工作了，我不做了。没错，所以这个梅老师解释的非常好。我不干了，在这里的干是做的意思，做工作。我不做了，表示他可能他受不了了，他不喜欢这个老板，他不想做这份工作了所以他不干了，他 quit， 他不做了，他要 quit。好 ，OK， 好的，我们看一下同学们的答案。哇，同学们都答对了，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对，好，我们念一下因材。老板太自以为是了，太自以为是，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好，很好。好 ，Roy 的句子。老板太自以为是了，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很棒。好 ，Faith 的句子。老板自以为是，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我不好了，帮我改句子，帮我改题目了。好 ，OK， 很棒哦。好的，红喜的句子。老板太自以为是了，我受不了啦，我不干了。对，好，这就是表示他非常不喜欢老板，他觉得老板都不接受他的意见，所以他受不了，他无法忍受了，他就想要辞职他不干了，这份工作他不做了，他想要辞职了好 ，OK， 很好大家都已经学起来了都已经学起来了。好，那么梅老师，我们今天呢3个成语都很常用，再麻烦你帮我们念一次好不好？第一个自以为是。第二个顺其自然。好。第三自然而然。对，我觉得这3个成语都有点难念这2个很难念。自然而然，我觉得好难念我们南方口音比较少，那个日比较少去强调那么比较强调那么大好 ，OK， 好的，各位同学，今天的成语喜欢吗？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跟梅老师点个赞然后呢，介绍给你的朋友说，礼拜5都会上很有意思的成语课。好。
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特别谢谢梅老师，哇，很棒，教大家不客气很有意思哈，的大家。好，那梅老师，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咯。好，好，那我们下周见咯。好，梅好，老师大家再见，再见咯，晚安咯，拜拜拜。拜。好，理查老师，你可不可以5次发音再热热呢？再热热。什你说么意思？ Robert，你说你要我念再热热呢？是不是？再热热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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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再热热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再热热呢？发5次音。学生们常常会给我们一些奇怪的小测验了哦。自以为是跟自作聪明差不多，有点意思是相近的，可以把它们比作成一个近义词吧？对，我觉得意思差不多，不过自作聪明更负面的感觉哦。自作聪明，好像他因为自作聪明有得到什么不好的结果那个感觉哦。好，梅老师，今天谢谢你喽，我们下星期见喽，拜拜。好的，各位同学，再次感谢梅老师教我们成语。明天下午4点，我们来学习新 HSK Level 1。明天晚上我们来学习新 HSK， 应该是第3集吧。好，那 OK， 各位同学，我们明天见喽，晚安，拜拜。